在中国近代历史上，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。因为中国近代国共分野，文人墨客作为一个依附性阶层，不是站左派就是站右派，不是英雄就是恶贼。能被国共两党同时厌恶的，除了汪精卫，就属这位胡适先生了。时至今日，胡适在中国互联网上仍然充满争议。夸他的人说他是人格独立的民国大师，不畏强权，铮铮铁骨；骂的人说他是公之鼻祖，崇洋媚外，一无是处。事实上，胡适先生沦落到这个下场，纯粹是咎由自取。要知道，他也曾是毛主席年轻时的偶像啊。后来，毛主席仍然对这位大师念念不忘，多次对他伸出橄榄枝。如果他识相的话，是可以像黄炎培等人那样，成为共产党座上宾的。可是，他在离开大陆前，却做了2件糟心事，让毛主席对他彻底失望，从此彻底决裂。那么，胡适到底干了什么事呢？胡适189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。据说他19岁的时候，曾经跟随美国康奈尔大学杜威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，最后以博士学位毕业。但后来证明，他这个博士学位其实是造假的，而且他在哲学史上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成就，唯一一部大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更是饱受诟病，因其烂尾而被当事人称为太监文学，意思是只有上面没有下面。当时的文人更是嘲笑他，中国人连自己的哲学都没有弄清楚呢，你竟然跟着一个美国人去学中国哲学，这不搞笑吗？杜威一个美国人能懂什么中国哲学？胡适后来之所以能够声名显著，完全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。1916年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。蔡元培最出名的就是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搞的那个海纳百川、包容并蓄的政策。这个政策吧，你说他好，他确实挺好的。得益于他，当时各界名流齐聚北大，百家争鸣，文风荟萃，盛极一时，直接奠定了北大在中国教育界执牛耳者的地位。但是你说他坏吧，这个政策难免有泥沙俱下之嫌。因为要兼容并蓄，所以他在招人的时候往往不加甄别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里面招，只要你有一家之言，北大就欢迎你。而胡适就是靠着这个吃到第一口时代红利的。他当时仅仅只有26岁而已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著作，在国内文坛毫无地位。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？你没有实践成果，又怎么能证明你是个大师呢？而胡适之所以能够被北大看中，完全得益于他那个美国博士的头衔。毕竟美国留学博士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缺的人物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权威机构可以验证真伪，很容易就可以瞒天过海，浑水摸鱼。胡适吃到的第2口时代红利，就是北大发动的新文化运动。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宗旨就是反对孔子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。只要你把住这条脉络，无论你提出的主张有多离谱，无论你肚子里有多少干货，只要反旧文化，那就是大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但凡社会运动，绝大多数参与者往往是没有理性的，很容易情绪化的。而当年的胡适就是靠着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，在那批不识真伪且急于破旧立新的青年学生群体中圈了一大波的粉。胡适也是毛主席年轻时的偶像。1917年，毛主席在湖南反对军阀独裁，遭到了当时的湖南军阀赵锡恒的追杀，不得已之下，只好跑到北京投靠他的老师杨昌济。在杨昌济的帮助下，毛主席在北京图书馆谋了个管理员的职位，暂时安顿了下来。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期，他接触到了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思想。自此之后，他就抛弃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主张，转而拥抱新文化运动，变成了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粉丝。后通过岳父杨昌济的关系，毛主席也曾经跟胡适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流。据毛主席后来回忆，两人谈得很是愉快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胡适先生的真面目开始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。众所周知，五四运动就是从北大学生的游行抗议开始的。可是在这场运动中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先生却一反常态，极力阻止北大学生上街游行，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学生的第一要务是搞学术，不是搞政治。可是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术，于国于民有何裨益啊？按照胡适先生的这种说法，士农工商各有本分，农民只需要耕田，工人只需要拧螺丝，商人只需要本分做生意，
大家都莫问国事，那么请问谁来关心国家大事？当然是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了。可当时国家搞成那样，就是那些文化人士大夫的责任呀。要不是他们无能，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，学生又何至于放下书本上街游行呢？试问哪个学生愿意没事找事对抗政府啊？笔者认为，胡适大概就是担心惹怒了北洋政府，封了北京大学，让自己丢了饭碗而已。五四运动之后，像陈独秀、李大钊这些率先觉醒的新文化旗手，纷纷开始寻找别的道路来拯救中国。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俄国10月革命后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。可对于这些同僚提出的革命学说，胡适先生嗤之以鼻，为此还给出了那句经典的评价：少谈些政治，多研究些问题。可政治的本质是什么？政治的本质就是站队，就是明确自己为哪个阶级说话。你连该为谁做事、为谁说话都没弄清楚，你怎么研究问题，怎么解决问题？所以胡适先生这句被后人广泛传颂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一句假大空的谬论。不过胡适先生也不是一无是处的，他对毛主席的人生还是有那么一点贡献的。当时胡适写过著名文章，叫做《非留学篇》，目的就是告诉你留学怎么的不好。彼时的毛主席对此深以为然。1920年，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打算组织一批旅法留学生，像周恩来、聂荣臻、邓小平、蔡和森等人都在此次赴法留学的行列之中。毛主席本来也是准备去的，结果就是因为看了胡适先生这篇文章，才决定留了下来，准备在中国本土寻找药方。这是毛主席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。如果没有这个决定，他恐怕很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化主张。后来随着毛主席亲自深入基层，亲历过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之后，对胡适的那套主张就不怎么热衷了。1927年，毛主席上井冈山之后，两人就彻底断了联系。就在毛主席走上实践救国的道路时，胡适先生却仍旧还在搞他那套嘴炮安邦。4·12反革命政变之后，他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，这也就罢了。可他却一边端着蒋介石的碗，一边骂着蒋介石的娘，还给自己捞了个直言敢谏、不畏强权的美名。其实这哪里是什么不畏强权啊，他不就是看准蒋介石不敢杀他吗？蒋介石对这帮酸腐文人的要求是很低的，只要不给共产党说话，不阻挠他打内战，就算你骂他，蒋介石也会把这口恶气给忍下去的。除了闻一多之外，蒋介石真的很少伤害所谓的民国大师，因为蒋介石深深地知道，这帮酸臭文人根本威胁不了他的统治，杀了他们还脏了自己名声，何必呢？喜欢骂就骂呗，反正我身上又不会掉一块肉。胡适先生既不支持共产党，也不反对内战，怎么骂都不会有性命之忧的。1931年9·18事变爆发之后，举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，胡适先生又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言论：我宁愿亡国也不抗日。对于这帮文人而言，他们只想过好自己高高在上的小日子，什么斗争，什么革命，什么抗日，都是些血淋淋的东西，太残忍了。7·7事变之后，抗日已经成为主流之际，这位胡适先生居然还在唱反调。他跟汪精卫、陈公博、周佛海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，经常在汪精卫家的地下仓库里头窃窃私语，指责政府的抗日主张。这帮人都是什么人？都是后来的大汉奸啊！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胡适是个什么角色？不已经是和尚头上的狮子了吗？要不是抗战爆发之后，蒋介石想借助他美国留学生的身份去拉援助，而把他调任驻美大使的话，他极有可能会跟着低调俱乐部那帮难兄难弟走上错误道路的。抗战爆发之后，军民血战，浮世千里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奋不顾身地跟日本人拼命。可胡适在美国干什么呢？让蒋介石出来发言吧。驻美大使胡适对于比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，此等官僚与政客，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，凡事只听其成败，事成可痛可悲之至也。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，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，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，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已在所不惜。彼时美4年，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10余位以外，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，甚至不肯说话，恐其获罪于美国。文人名流之为国，乃如此而已。
对于胡适先生的可耻行径，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一无所知。他对于胡适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。19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，国民党议员黄炎培等人到延安拜访毛主席，毛主席还特地委托随行的傅斯年等人代他向胡适先生问好。考察团回到重庆之后，特地在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对胡适的问候之意。胡适在看到这篇文章后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回信，信的内容可以归结为16个字：放下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放弃武装，归顺党国。毛主席看到信后就知道不是一路人，对他大失所望，干脆连回信都不写了。1948年平津战役后期，毛主席通过其他中间人的关系给胡适捎了话，只要留下来给个图书馆馆长还是可以的。显然毛主席这次就没有上次那么客气和热情了，但是还是留有余地的。可胡适是什么人啊？他跟亮剑中李云龙的岳父田默轩是一个类型的人。有网友评价说，田默轩这种旧知识分子啊，对革命不屑一顾，却对革命的果实垂涎三折。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到胡适先生身上。胡适天天骂蒋介石，表面上对独裁者不屑一顾，心底里却对独裁者的权力垂涎三尺。这种人表面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，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。像胡适先生这样的旷世大才，你不给个国务院副总理，他怎么可能舍得留下呢？给个图书管理员，那不是屈就他了吗？拒绝了共产党给出的最后一根橄榄枝之后，胡适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为蒋介石的假和平张目，说什么河南战役中国要和平，不能继续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看不清形势？到了1949年的时候，眼瞅着蒋介石已经是无力回天了，识相的人都已经准备跳船了，可他还是受命跑到美国去帮将死的国民党拉赞助。由于美国人不看好国民党政权，胡适先生拉赞助的任务一如既往的失败了。1961年，胡适在台湾去世，这时候他在大陆那边已经身败名裂，在台湾这边也落不到什么好。蒋介石日记记载，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，你瞧，话里话外都是掩饰不住的大快人心之感呀。至于讲给胡适的盖棺定论，那就更是入木三分了。盖棺论定，胡适时不时为自由评论者，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，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，唯其太偏狭自私，且崇拜西风，而自卑其固有文化，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。胡适之死，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，乃除了障碍也。一个人能活到这种神憎鬼厌的地步，也怪不容易呀。